高三时，我的女神爱上了有钱大叔，整天和他疯玩。我劝他收心，好好备考，他却坐在大叔的豪车上，冷笑：读书？读书能有什么用？读再多书，你还是个穷逼，滚开，别挡着我当富太太。后来我考上央美，功成名就，走上人生巅峰，他却在路边苦苦哀求某个秃头男不要走。天呐，潇潇，那是来接你的吗？他好帅啊，帅不是重点，他开着劳斯莱斯哎，豪车我以前都只看过图片，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实物。潇潇，你怎么和他认识的啊？你也太幸福了吧！同学们纷纷围在画室的窗户前张望，句句不离楼下那个开着豪车、手握玫瑰花的男人。我看着眼前这些朝气蓬勃的青春面孔，突然意识到我重生到了高三。潇潇被簇拥在人群中央，两颊绯红，我都让贺真他别来了，他非要来，都快30岁的人了，追起人来还像个毛头小子，一点都不像个大老板。话虽是这样说，但他的语气里半点责怪都没有，反倒是满满的炫耀。同学们口中发出惊叹：那他比你大10多岁哎，你懂什么呀？年纪大的会疼人，更何况他又帅又有钱，年纪大点怎么了？配得上我们潇潇？潇潇探出窗外，朝楼下的人招手，声音清脆明媚：大叔。西装革履的男人远远看来，笑容清浅：我在。二人深情对望，俨然一副热恋中的模样。潇潇是我的同桌，也是我一直暗恋的人。我们都是美术生，美术生里爱打扮的不少，但潇潇不一样，她生来就好看，未施粉黛的脸，雾蒙蒙的双眼，看着就让人心生向往。特别是当午后的阳光洒在她白皙修长的脖颈上时，那画面美好的如同上世纪的油画。不少人调侃她：你长这么漂亮，应该去当演员，去学跳舞。画画真是白瞎了这张好脸。潇潇不以为意：我喜欢画画，那感觉就像在创造自己笔下的世界。无数男生对她趋之若鹜，送情书，送礼物，约她出去玩，她却总是微笑着拒绝，目光真诚地对那些男生说：高中不是谈恋爱的时候，应该好好学习，但是我们可以一起努力，试着上同一所大学。她的话模棱两可，虽然是在拒绝，却又好像给了人希望。我知道她的目标是中央美术学院，要我的专业成绩在这所艺考培训学校里遥遥领先，所以我总会帮她批改画作，指出她的不足。我们目标一致，常常一起在画室里奋斗到深夜。我本以为会一直这样下去，直到我们一起考上央美。但是贺真出现了。潇潇看向我：班长，那我晚自习就不来了，如果班主任问起，你就说我有点不舒服，先回去了。他以前从不会逃课，如果是以前，我也肯定会开口劝他，但现在没必要了。前世血淋淋的能训还历历在目，我不会再介入他的人生。我淡声道：我不会撒谎，如果你想逃掉晚自习，自己找借口向班主任请假。说完，我就坐回自己的位置，继续画静物素描。潇潇专业成绩好，人长得又漂亮，是当之无愧的天之娇女，从来都只有她拒绝别人的份，她几乎没有被人这样当众拒绝过。更何况我以前向来对她百依百顺。潇潇立刻就恼了：不就让你帮个小忙吗？又没为难你。林昭之，你什么意思？有个嘴碎的同学嗤笑，还能是什么意思？舔狗破防了呗。潇潇一向高冷，很少和男生有过多互动，要我不仅和他初中同班，又一起上了一所高中，还选了同样的美术专业。我们认识5年，他对我自然比对其他人要亲近点。以前我也以为我是不同的，事实证明是我想多了。有男生为潇潇不平，怒瞪我：林昭之，你总不能因为女神没选择你，你就从中作梗吧？我无语，我只是让潇潇自己去找老师，自己的事情自己负责，有问题吗？我又没打小报告，这也算从中作梗？这时一声低哑磁性的呼唤突然响起：丫头。是贺真。大概是见潇潇很久没下去，她自己上来了。远看还只觉得他人高脸帅，这么一走近才发现他气势逼人，根本不是我们这群没见过世面的高中生能比的。潇潇看到他，眼睛一亮，推开人群，径直扑到他怀里：你怎么上来的？我们学校是封闭式的，外面的人基本都上不来。贺真神秘一笑：我有我自己的方法，反正是走的大门。一句话就成功把潇潇逗笑了。谁叫我的大叔人脉广呢？说着他看向我：我们班班长太负责了，非要我自己去找班主任请假。潇潇瘪着嘴，像是受了多大委屈。贺真顺着他的目光看来，从上至下地打量我，以一种上位者的姿态。以前我可能会被震慑到，但重活一时，这种场面我见得太多了。贺真走近我：小伙子，我告诉你一条真理，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多帮人总没有坏处。一股爹味。我话笔未停，不以为意。贺真加大了警告的力度：得罪他，你就等于是得罪我，希望你上入社会以后不要遇到我。
他也就在高中生面前逞逞威风。我没有争辩啊，对，所以你们自己去请假，我没办法代劳。潇潇神情微怒，狠狠地对我说：“我告诉你，林昭之，大叔生气的后果不是你能承担的。”说罢，他又换了副笑脸，对着贺真道：“大叔，我们走，别管这个呆子。”他们相拥着走远。大叔，那你装作是我叔叔，帮我请假。好，如果被班主任发现了怎么办？那我可就惨了，大不了不读了，以后我养你。大叔真好，我爱死你了。他们旁若无人的亲昵，大张旗鼓的炫耀他们的甜蜜。我只觉得做作。同学们热情未减，依旧议论纷纷。大叔帮潇潇出头的样子也太帅了，原来高冷如潇潇也会有这么娇俏的时候。有个女生附和，那当然，女生面对爱的人或多或少都会做一点，如果她不做，那肯定就是不爱你。我低头苦笑，前世潇潇和我恋爱时从来温柔体贴，善解人意，我一直以为是她的能养使然，其实不是，她只是不爱我。前世在潇潇的哀求下，我帮她向班主任撒了谎，从那以后一切便一发不可收拾。一开始潇潇还找理由请假，后来她干脆逃课，画也不画了，每天就被贺真带着到处疯玩，专业成绩直线下滑。我试着劝过她，她却笑得漫不经心，反问我：“你是不是傻呀？读书不就是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吗？我现在有办法过得好，还读什么书？”我实在不忍心看她堕落，告诉了她父母，大人比我们见得多，也比我们看得远。他们的话一针见血，他有脸有钱的，他图你什么呀？不就图你年轻吗？现在有你，以后就会有别的小姑娘笑笑，你还小，玩不过他的。潇潇却很自信，他爱我，他会和我结婚的，我一定可以牢牢抓住他的心。但在他父母的插手下，贺真还是向他提了分手。潇潇伤心欲绝，短时间内暴瘦10斤，动不动就要红眼眶。我有愧疚，所以尽力辅导他。校考那天，他得知贺真结婚的消息，在学校楼顶闹自杀。他的父母远在外地，只能求我劝劝他，我没办法置身事外。结果自然是我没考好。后来我们分道扬镳，数年后相遇，我还是轻要一举就被他吸引，我们自然要然的相爱结婚。他还想继续深造，我就开补习班养他。终于，他成了小有名气的美女画家。但转眼，我就看到他和画商出入酒店。面对我的质问，他围着浴巾，笑得轻蔑：“你以为你谁啊？一个破补习班老师也配得上我？”他告诉我，他和我结婚，不过是在外面玩够了，找我接盘。我如遭雷劈。那晚，我失魂落魄地走在大街上，一时不察，被酒驾的司机撞飞。当我躺上病床时，潇潇直接拔了我的氧气管。要不是你，我这些年怎么会过得这么难？我早就是个富太太了。那些男的有钱又怎么样？又老又丑，一个个都精明的要死，家里还有母老虎，没有人肯像贺真那样爱我。我最好的年华都被他们给糟蹋了。你看，就连老天都在眷顾我。你死了好啊，你死了，我就能找别人了。我现在是有名的画家了，我值得更好的。你的保险赔偿金就当给我的补偿了。林昭之，你别怪我狠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他话里的怨毒让我触目惊心。我悔不当初，恨自己多管闲事，恨自己被他温柔美丽的皮囊蒙蔽双眼。上天让我重来一次，这一次我一定会和他撇清关系，过好自己的人生。我要上央美，没有我的插手，潇潇可谓是春风得意。她身上一尘不染的白裙逐渐被各式各样的名牌替代，她白皙纤细的脖颈和手腕也戴满了五颜六色的金银珠宝，她常背的帆布包也变成了价值不菲的奢侈包包。有女生认出了她手里的包，惊叹：“这包很贵吧？”我的妈呀，一个抵得上我8一年的工资了。潇潇轻描淡写：“大叔送我的，说是纪念我们在一起1个月。”女生脸上满是艳羡：“笑笑，你男朋友对你真好。”潇潇勾唇笑，对她来说就是洒洒水要以小钱。她越来越漂亮，也越来越张扬。这天晚自习下课，潇潇径直走上讲台，大家都停一停手里的事情，听我说。这周日是我的生日，我邀请大家来参加我的生日宴。我们学校抓得挺紧的，一周只有周日才放假，学生们可以选择留校，也可以回家。以往我都是1个月才回一次家，无他，实在是学校太偏，一来一回得花几个小时。潇潇还煞有其事地打印了很多请柬，边发边说：“请大家一定要来参加，我准备了很多惊喜。”有同学看到请柬上的地址，惊呼是在豪图大酒店5星级 A。潇潇高昂着下巴，欣然接受四面八方投来的羡慕目光。像是还不够，他继续说：“是呢，要且主厨是大叔特意从法国请来的，以前还给皇室做过饭。”于是大家便热火朝天地讨论起来，该送他什么礼物，那天该穿什么衣服。很快，潇潇走到了我的面前：“班长，你也要来哦。”我看着金灿灿的请柬，没接。很快就要校考了，我没时间。不出意外的话，在
再过1周，我们就得去北京的集训学校，为各个学校的校考冲刺了。我连家都不回，实在没那么多闲工夫参加这种活动。美术生面临联考、校考、高考3座大山，必须争分夺秒，甚至于过年那天都会在外地集训。联考才刚考完，还有2座大山等我攻克，我哪有时间？听到我的拒绝，潇潇愣住。同学们为他鸣不平，林昭之，你怎么这么不知好歹啊？潇潇都不追究上次的事情，还邀请你去他的生日宴，你摆什么谱啊？给你脸了是不是？是啊，这没准是你这辈子唯一一次去5星级大酒店的机会，哈哈，你还不珍惜？我还没开口，角落里就传来一声不耐烦的啧声。你们没事吧？班长不去就不去，你们瞎逼逼什么呀？还有几天校考啊，你们玩这么花？你以为人家是真想邀请你们吗？还不是为了炫耀她找的男朋友多牛逼？行了，我也不去了，你们爱去去，私下讨论哈，别占用公共空间。姐还要画画，不想听你们逼逼。说话的人是成双，我们班一个很独特的存在。他向来独来独往，不怎么说话，存在感很低。作业随便画，上课嘛也总是懒洋洋的。但每次模拟考，他总是位居第一，几乎数不清有多少次。我站在办公室外，听到老师们感叹：天赋这种东西真特么恐怖。我画了20多年了，还比不上一个才画2年的小姑娘。我怎么也没想到他会在这时候替我说话。算了，别自作多情，人家可能就是觉得吵要也。我也说，你们愿意去就去，和我没关系。潇潇下不来台，笑容僵在脸上。半晌，他指着我的鼻子骂道：好，林昭之你牛，你别后悔，我告诉你，以后你看到大叔最好避着走，你惹不起。说完，他转身离开画室。成双轻吃，别人图个新鲜，有人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。很快，下周1我们就得出发去北京了。周6放学时，班主任把我叫到了办公室。林昭之，潇潇今天跟我说，他不想去集训了，你知道怎么回事吗？还能怎么回事？当然是因为贺真。但我还是摇头表示不清楚。班主任沉吟一会儿，道：这样吧，你是班长，平时我看你俩互动也挺多的，你去劝劝他吧，希望等你们周1回学校时，他能改变主意。我不打算劝他，老师，您都劝不动的话，那我说话更不管用。班主任叹息一声，去联系潇潇的家长了。去北京前，我还是打算回趟家和爸妈告个别。刚出校门，就遇到了等在路边的潇潇。他双手环胸，扬着下巴：林昭之，你也来当班主任的说客呀？他眼神轻蔑：你是不是又想说些知识改变命运的屁话？我的确说过这种话，那是高2。潇潇刚来这所艺考学校，受不了这里高强高压的学习环境，专业成绩波动很大，一度出现厌学的症状。我开导了他很久，再加上每天单独辅导，才好不容易让他重拾信心。现在看来，真是好心喂了狗。潇潇就像是好不容易逮住了我的错处似的，高谈阔论，一张嘴巴巴的响。你真以为考上央美就可以成人上人了呀？就你这种人，读再多书，考得再好，没资源没地位，还是普通人，穷一辈子，窝囊一辈子。你自己蠢没问题，但你别挡着我当富太太。我早就知道他是这种人，所以这种话根本伤不到我。我平静地说：随你，你自己做决定，和我无关。潇潇一顿，有些诧异，似乎是没想到我的态度这么无所谓。我毫不留情地拆穿他的自作多情，我和你一样，在这里等车要椅，没想过要劝你。潇潇的脸色不太好看。这时，贺真开着他的劳斯莱斯来了。潇潇双眼放光，撒娇道：大叔。贺真又用一种略带鄙夷的目光打量我，让我很不适。潇潇连忙打开副驾驶座的门，大声对我说：好了，林昭之，你别劝我了，我明确的告诉你，我是不会去北京的，就算去了，我也会想方设法的回来。他可怜巴巴的看向贺真：大叔，我离不开你。贺真嘴角上扬，似乎很享受他爱慕的目光。潇潇就是故意在他面前说这些话，借机表忠心。贺真温柔地说：不去就不去，有我在，谁也逼不了你。他又看向我，警告道：你以后别缠着笑笑了，他不喜欢你，更何况他有了我，更是看不上你。被狼保护过的女人，又怎么会看上野狗？潇潇点头，一脸崇拜。我嗤笑：30岁了，整天还和10多岁的高中生比，是能让你找回点自信，还是怎么？我忙着学习，实在对你的香饽饽没兴趣。贺真的脸色不太好看。潇潇叫嚷着：我们大叔才不和你一般见识。轰鸣声响起，他们坐着劳斯莱斯扬长要去。我站在原地，一声叹息。从前我一直以为潇潇足够理智，知道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。直到贺真出现后，我才知道，他只是一直清楚自己要什么。他不喜欢一无所有的稚嫩高中生，不喜欢奋斗成长的过程。他想要的一直是成熟多金的男人，他想要一步登天，过人上人的生活。可是，真的会这么容易吗？
在父母的施压下，潇潇还是去了北京。但很快，我就听说她生了大病，又回家了。她的新室友们议论纷纷，这么冷的天，潇潇还把自己泡在冰水里，真不要命了，这不是发疯吗？不想考就别来北京啊，多少人想来还来不成呢。我妈攒了好久的钱才把我送来集训，我得好好努力。这像是潇潇会做出来的事，为达目的，没有底线，所以我并没有太惊讶。校考完那天，北京阴了很久的天突然放晴，从考场出来，程双问我：“你考得怎么样？”我答：“还不错。”这一世没有潇潇从中作梗，也不用再花大量时间辅导他照顾他的情绪，我的确发挥得不错。我也还行，那希望我们能一起上央美。程双朝我伸出手，眼里映照着这天的夕阳，很美。我握住他的手，点头应好。考完专业，接下就得抓紧文化课了，毕竟央美对文化成绩的要求也不低。我离开艺考学校，回了二中，刚上能试，就听到有人说：“你们听说了吗？潇潇在公开课上吐了孕吐，我的妈，是他校外那个富豪男友的。”谁知道呢？反正年级主任叫了家长，这事肯定没完。有人看向我，不怀好意地笑着：“林昭之，你和潇潇一个艺考学校，你肯定知道什么吧？”我摇头，我刚从北京集训回儿，不清楚。从北京回儿后，潇潇休息了一段时间，就直接放弃校考，回了二中学文化。放弃校考意味着他和稍有名气的美院基本都无缘了，就算能上，也去不了他想去的专业。但是靠着美术联考成绩，如果高考考得好，他还是能上一个不错的综合大学。只是可惜，他还是每天和贺真厮混。听同学们说，他现在的文化成绩比高一那会儿还要差，基本是吊车尾了。我刷着数学题，把这些无关紧要的八卦都抛诸脑后。第二天，萧父就拉着一个行李箱，气势汹汹地赶到了学校。他的身后是面带愁容的萧母和不停啜泣的潇潇。萧父把行李箱摊开放在讲台上，将里面的包首饰衣服一一拿出。这些都是谁送给他的？你们这群学生哪儿的钱？萧父就这么一个独女，把她当眼珠子似的宝贝，平时看得很严。但是啊，潇潇一直住校，这些名牌她平时都放在宿舍，一回家就换上朴素的白裙或校服。所以萧父萧母一直没察觉不对劲，等他们发现点什么的时候，已经晚了。萧父扫视一圈后，锐利的目光直直射向我，质问：“昭之，你知道些什么吗？”萧母和我妈是同事，我们两家平时走得还算近。在潇潇哀求的目光里，我摇头，还是那句话：“叔叔，我刚从北京回儿，我不会插手他的任何事情。”萧母提议：“要不我们去笑笑的艺考学校问问吧，没准那边的班主任知道些什么。”潇潇的脸一下就白了。在二中他还有所收敛，但是艺考培训学校离得远，天高皇帝远，他可招摇多了。光是因为请假这事，贺真都不知道儿了多少回。萧父无功要返，走之前放下狠话，最好别让我知道是哪个小兔崽子，否则我一定会打断他的腿，就算是拼了我这条老命，我也一定会让他付出代价。他们刚走，能室里就热闹了起来。我图个清静，跑远点背单词。这时潇潇突然窜出耳，抓住我的手臂，声音急切：“林昭之，你一定要帮帮我！”我下意识就要挣开，他却死拉着我不放手。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我的手机被我妈收了，我没法给大叔打电话，你借我你的手机好不好？这双湿漉漉的漂亮眼睛盯着我，带着祈求，带着期盼，还有某种不知道从何要的自信和笃定。我无语，恕我直言，如果他真想负责，早该主动联系你了。潇潇情绪激动，替他辩解：“不是这样的，我前几天给他打电话，他也没接他，肯定是出什么事了，他不会不管我的。林昭之，我知道你对我最好了，你以前还给我补过课的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你不会见死不救的，对不对？前世他把我养气管的时候，有没有想到我对他的好呢？”我不愿意再回忆，太痛了。我终于将手臂从他怀里抽出，你好自为之，我帮不了你。潇潇失魂落魄地站在原地，眼泪大颗大颗地往下掉。他被他所谓的爱情冲昏了头脑，他觉得贺真肯在他身上花那么多钱，就一定是爱他的，但他却没有发觉，其实贺真根本没为他的味儿打算过。如果有，那他一定会鼓励他努力学习，勇敢追梦，要不是以爱情的名义带他放纵，让他不学无术。贺真需要的只是一个年轻漂亮的拿得出手的花瓶。他们之间不是爱情，是贪图享乐，是各取所需。有人图钱，有人图年轻的容颜，可真正的爱情一定是会让双方都变得更好的。后儿的事情我是听我妈说的。萧父还是发现了潇潇的男朋友是贺真，贺真亲自上门赔罪，被萧父痛殴。潇潇却一把拦在贺真面前：“爸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要缠着他，你要打就打我吧。”萧父自然下不去手。得知女儿怀孕时，他都没舍得打她。“你这个衣冠禽兽，你比我女儿大10多岁，你怎么下得去手的？”
萧父痛骂，并表示要报警，要告他。我女儿还是个学生，她要读书的，她的人生不能就这样被你毁了。潇潇，你明天就跟我去医院打胎。潇潇哭着说不要，她会对我负责的，她会和我结婚，我没有被她毁掉，是我自愿的，认识她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情。萧父才不管她说了什么，直接把她关上房间。潇潇用自己的行为表示了抗议，这一次她比以往都要刚烈，她割腕自杀了。幸亏萧母发现的及时，这才让她捡回了一条命。不过潇潇的手筋被割断，既不能写字也不能画画了，得休养好长一段时间。贺真跪在病床前，请求萧父萧母的原谅，并发誓会一辈子对潇潇好。萧父差点经历丧女之痛，吓得三魂不见七魄，再没有阻拦他们的意思。就这样，潇潇退学，如愿以偿的和贺真在一起了。二中的班主任把这当成反面能才，一要再要三弟告诫我们，我知道你们现在还年轻，面临的诱惑太多太多，但是你们是学生啊，什么样的年纪做什么样的事情，现在是你们最好的年华，不好好学习，不认真奋斗，以后是一定会后悔的。人生是有捷径的，但大多数走捷径的人，到最后他们的路只会更苦更难。这句话我放在这里了，现在还早，我们且看10年后、20年后。4月悄然要至，央美的校考成绩初2，我的名次遥遥领先，只要文化过线，我就能上央美了。我打电话给艺考老师报喜，他们都很高兴，成双也很不错。你俩好好搞文化课，以后就是校友了。成双是一中的，文化成绩比我好，应该是没问题的。老师的话语中却不失遗憾，可惜了潇潇，本儿也是个能上8大美院的好苗子。我本以为我和潇潇再也不会见面了，但高考这天，他和贺真出现了，还带了一货车的物资。他的肚子已经显怀了，但他却没有往日的精气神，眉眼间藏着掩盖不住的疲惫。他走到班主任面前，笑盈盈地说：王老师，我也想为同学们做点事情，就带了一车的矿泉水和纸巾来，免费发放，希望大家都能取得好成绩。班主任兴致缺缺，敷衍着说行。老师们都把他看作晦气玩意儿，很不愿意他来，生怕他带坏了其他同学。潇潇挽着贺真的手臂，走到我面前，脸上带着满满的得意。我早跟你说过，大叔才不会不要我，他现在是我孩子的爸爸，我不愿意和他掰扯些没营养的东西。走到一旁复习老师给的预测题，潇潇自讨没趣，开始分发矿泉水和纸巾。贺真像是紧张的很，一直扶着他，丫头小心点，别累着宝宝了。乌泱泱的考场外，二人旁若无人的秀着恩爱。有同学吐槽，这个恋爱脑也真是敢来，人家有什么不敢来的，他可是当富太太的人了。切，以他那炫耀劲儿，要是真当富太太了，能不请我们去参加婚礼？肯定还没呢，还得看看肚子里的货。潇潇顿时就怒了，声音尖利，你们什么意思？嫉妒我过得好是吧？这一叫惹得好些正在复习的同学们抬头看去。班主任没好气，你自己不高考就算了，别影响其他同学行吗？你赶紧走吧，这些东西我们也不要了，我们都给学生准备了。潇潇看向贺真，委屈地说，老公，你说句话啊。贺真不怒自威，正要开口时，不知道从哪窜出而一个女人，啪啪就给了他们俩一人一巴掌。好啊，贺真，你胆子肥了，敢背着我找小三。女人长得很漂亮，皮肤白皙细腻，一身名牌，一看就是养尊处优的主。你行啊，还给老娘找个高中生，你他妈真是个畜生。女人又给了贺真一巴掌，掌声极其响亮。贺真长红了脸，半天憋不出一个字。小小懵了，人群顿时热闹起来。我靠，大反转，原来潇潇是小三，难怪没办婚礼。什么富太太啊，做梦去吧，肚子里的也是私生子。我说呢，哪有什么天上掉馅饼的好事，明明就是掉铁饼，砸死人不偿命，像是不解气。女人又甩了贺真几巴掌，左右开弓，掌声清脆。她的脸高高肿起，无数清晰的指痕在她脸上浮现，纵横交错。这么多人看着，贺真的脸面被摁在地上摩擦，她却愣是不敢回骂一句。贺真，我们离婚。说完这句话，女人就走了。贺真肉眼可见的慌乱，老婆，我错了，我就是一时间鬼迷心窍，我们别离婚，都是他勾引我的，这样子就差玫瑰的求饶了。潇潇去拉他，被他一把推开，狐狸精别碰我，滚开。这怨愤的语气像是恨不得置他于死地。潇潇没站稳，跌倒在地，鲜血从他身下缓缓流出，他面色苍白，凄厉的大喊，孩子，我的孩子。救护车赶时，考场也开门了，我随着人流往里走，耳根总算是清净了。后儿我听说这事上了新闻，闹得挺大的。评论区有网友爆料，原儿贺真是个赘婿，他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他妻子的。有钱人都精明得很，婚前肯定准备了财产协议，贺真现在离婚，大概率1分钱都分不到，所以贺真才那么害怕离婚。这种轻轻松松嫁入豪门的事情，也就这种没见过世面的小姑娘能信。还有知情人士爆料，贺真的妻子正准备打官司，要追回他给潇潇花的所有钱。贺真给潇潇花了挺多的，不只是那些包衣服首饰。
他还经常带她出去玩，光是那场生日宴，怕就花了不少。但萧家就是普通人家，哪里赔得起？萧父也不甘示弱，要告贺真故意伤害罪。他的女儿流产后，子宫受损，再也怀不了孩子了。他们告而告去，最后谁也没讨到好。这件事只成了大家茶余饭后的一个笑谈。萧父愁白了头发，萧母整天以泪洗面。我妈带着我去看过萧笑，他躺在病床上，面孔瘦削，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光彩。你是儿可怜我，还是为了幸灾乐祸？他恨恨地盯着我，嘴硬道：别可怜我，我告诉你，我还是比你们都要幸福有些东西。你们这辈子都体会不到我多幸运，在最美好的年华就体验过自己梦寐以求的生活。我嗤笑，然后回味一辈子吗？他还是这么执迷不悟。我和这种人实在没有什么共同语言，而看望他，不过是因为我妈和萧母有交情。萧笑在我身后叫嚣，我才不会回味一辈子，我会过得更好，比现在好1000倍10000倍。你就等着看吧，我的人生才刚开始，大好的威尔在等着我。可我怎么听到他话里有哽咽？我如愿上了央美，再见到萧笑是在10年以后了。我带着妻子和一个画商在画廊里谈合作，画商带着个眼熟的女人，好像是萧笑，但五官隐隐不同。妻子凑到我耳边，是他整了。画商见我多看了他几眼，笑着解释，家里的山珍海味吃腻了，总要吃点外面的粗茶淡饭嘛。我又不像林老师您有这么一个事业有成温柔貌美的妻子。萧笑的神情有些窘迫，谁也没想到我们会在这种情况下相遇。画商继续说，我这女朋友也是学美术的，懂点画。妻子很不喜欢他的作风，合作也没谈拢。这画廊一直是他在经营，我的主战场不在这边，自然都听他的。画商空手要归，我找个安静点的地方接电话时，刚好看到他和萧笑在争吵。你又怎么回事？钱，只晓得要钱。画商直接给了他一巴掌。烂货，带你出儿都丢人现眼，要不是看你听话，我早就不要你了。等萧笑抬起头时，我清楚地看到他的鼻子歪了。他捂住脸，惊慌失措，连忙从包里翻出镜子。我的鼻子坏了，你赔我。他抓住画商的裤腿，声嘶力竭。我没有再看了。他从前年轻，殊不知命运给他的馈赠早在暗中就标好了价格。现在他尝到了他的苦果。时间不早了，我和妻子携手离开。这时萧笑恳切的声音突然响起，林老师，您能不能看看我的画？我实在想不明白，他的鼻子还是歪的，就这样贸然冲到我们面前，像是怕再也找不到这样好的时机。妻子看向我，等我定夺。我摇头，算了吧。萧笑有几斤几两，我最清楚了。前世他的很多画作背后都有我的代笔。我曾以为我的就是他的，他有热爱的事业，那我做他背后的男人又有何妨？夫妻嘛，不就应该互帮互助吗？可从头至尾，我都只是他的利用工具要矣。更何况这一世，萧笑连大学都没考上，更遑论深造。他复读了3年，1年比1年更差。得知这些时，我并不意外。高考就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，容不得我们心猿意马，掉以轻心。人生亦是如此。如果总是东张西望，总是妄想着走捷径，又怎么会抵达胜利的终点呢？萧笑在35岁的生日那天确诊了宫颈癌，他拿着那份报告单，一时竟然不知道该和谁说。爸爸嫌他丢人，早就和他断绝了关系。妈妈被他气出了乳腺癌，查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，没得治。妈妈去世那天，爸爸久久沉默，直到夜色降临，他才对他说了最后一句话：如果我们没有把你生下就好了。从那以后，他就再也没见到过爸爸。这天晚上，他做了一个梦，梦里他及时止损，早早和贺真分手。他闹着自杀时，是林昭之不顾校考，一直劝说他，才把他劝下。林昭之，他记得林昭之的，他从前总看不起他，可后儿他功成名就，有了幸福的家庭。他以前还对他说过，要他好好看着他，过上好日子。可惜没有。梦里，因为他林昭之没考上央美，他不是没有过感动，可是这点感动很快就被野心击败。后儿他们天各一方，多年后兜兜转转，他还是遇到了他。他们结婚了。林昭之对他很好，什么都依着他。他想深造，他就供出全部家当。他想一直画到天荒地老，他就心甘情愿去当个补课老师。他什么都让着他。后儿功成名就的人成了他，掌声鲜花金钱地位，他想要的一切都有了。真好，真好。但梦境戛然要止。醒而时，身旁空无一人。萧笑呆坐在床头，实在想不明白，怎么就变成了这样呢？夜色如水，他终于还是没忍住，失声痛哭。